马斯克嗨了，一夜暴涨重回世界首富。新来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往期精彩的内容。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美东时间2月27日周一，美债收益率回落提振股市，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。投资者等待本周经济数据及重要企业财报，以更好地判断美国通胀情况及其对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影响。科技股多数上涨，特斯拉市值一夜飙升340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2840亿元。涉嫌滥用移动应用市场支配地位，苹果在俄罗斯为其反垄断案的指控支付了 9.06 亿卢布的罚款，约1212万美元。热门中概股跑赢美股大盘，理想汽车公布2022年财报，营收和交付量双双再创历史新高，盘前涨超 6%。 油价止步2连涨，美国 EIA 原油库存飙升至2021年5月以来最高，市场对经济衰退和原油需求下降的担忧加剧。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去年亏损近230亿美元。巴菲特称将始终持有大量现金和美债，美债收益率冲高回落，美股集体高开。周一，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 4.883%， 创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，随后逐渐回落至 4.782%。 当日纽约联储公布的一份工作人员研究报告认为，有时官方部门有必要干预债市，恢复国债市场正常的功能。伴随着美债收益率的冲高回落，美股集体高开，道指开盘即涨超200点，截至收盘，道指涨 72.17 点，涨幅为 0.22%， 报 32,889.09 点。纳指涨 72.04 点，涨幅为 0.63%， 报 11,466.98 点。标普500指数涨 12.20 点，涨幅为 0.31%， 报 3,982.24 点。经济数据面来看，周一公布的美国1月份耐用品订单大幅度下滑，说明消费者正在减少对大件商品的支出。美国的家电、电视和汽车等商品的销量环比下降 4.5%， 低于此前分析师评估的 3.6%。 运输设备订单下降 13.3%， 是影响耐用品订单整体数字的主因。本周即将公布的报告还有 ISM 制造业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。美联储理事杰斐逊表示，不要幻想通胀将很容易恢复到 2%，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美联储有很大的决心，要尽一切努力降低通胀率，将寻找通胀下降的迹象。如果通胀缓慢下降或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，美联储将采取更多措施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，原意与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就拜登将于3月9日公布的2024财年美国预算提案进行谈判，但谈判不会作为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。耶伦透露，美国2024财年的预算将包含在未来10年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的相关内容。摩根士丹利以 Michael Wilson 为首的策略师在周一的一份报告中写道，基于我们盈利衰退远未结束的观点，我们认为3月是下一波下跌的高风险月份。Michael Wilson 曾准确预测到股市下跌，在去年的机构投资者调查中排名第一。科技股多数上涨，特斯拉市值一夜上升2840亿元。科技股多数上涨，万德美国 Tomoma 科技指数涨 0.96%， 特斯拉涨 5.46%， 谷歌涨 0.83%， 苹果涨 0.82%， 亚马逊涨 0.28%， 奈飞涨 1.85%， 脸书跌 0.5%， 微软涨 0.38%。 特斯拉市值一夜上升340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2840亿元。有分析师指出，鉴于近期特斯拉股价上涨，即将到来的2023年投资者活动日可能是一个触发卖盘的事件。特斯拉欧洲官方周一发布推文，德国柏林超级工厂 Model Y 周产量突破4000辆，特斯拉股价较1月6日低点涨超 100%。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，马斯克的身价再度达到了1871亿美元。
重夺世界首富头衔。iPhone 15将成为最后一款用高通基带的机型。据美国科技博客 Apple Insider 报道，高通公司 CEO 兼总裁安蒙在202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表示，预计苹果将于2024年生产自家的基带芯片，这意味着今年9月即将发布的 iPhone 15将成为配备高通 5G 基带芯片的最后一款 iPhone 机型。知名分析师郭明周一表示，苹果已重启 iPhone SE 4，并将采用自研 5G 芯片。高通的苹果订单显著下滑，已成定局。据央视网当地时间2月27日，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 FAS 表示，苹果公司在俄罗斯为其反垄断案的指控支付了 9.06 亿卢布，约合1212万美元的罚款。而联邦反垄断局于1月裁定，苹果公司通过其 iOS 操作系统发布的应用程序，使其自身产品具有垄断式的竞争优势。据悉，苹果公司此前并不同意俄联邦反垄断局的裁决。俄联邦反垄断局表示，苹果公司曾在不同阶段对该裁决提出上诉，但最终遵守了罚款决定。伯克希尔去年亏损228亿美元。巴菲特称将始终持有大量现金和美债。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布了2022年4季度和全年财报。财报显示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22年第4季度经营利润为 67.1 亿美元，上年同期为 72.85 亿美元，同比下降 7.9%，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 181.64 亿美元，市场预期盈利 79.61 亿美元，上年同期盈利 396.46 亿美元。2022年全年，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的净利润由盈转亏，2022年全年为负 228.19 亿美元，上年为 897.95 亿美元。2022年运营利润为 307.93 亿美元，上一年为 274.55 亿美元。巴菲特在股东信中称，至于未来，公司将始终持有大量现金和美债，以及广泛的业务热门中概股盘为跑赢大盘。理想汽车2022年营收销量双增长，热门中概股普遍上涨，有道涨 7.94%， 高途集团涨 7.45%， 唯品会涨 7.09%， 百度涨 5.17%， 金科能源涨 4.71%， 阿特斯太阳能涨 4.58%， 问国数据涨 4.55%， 一航智能涨 4.44%， 爱奇艺涨 4.34%。 跌幅方面，盛美半导体跌 9.02%， 每日优先跌 5.63%， 和赛科技跌 4%。 中概新能源汽车股涨跌不一，蔚来汽车跌 0.11%， 小鹏汽车涨 2.26%， 理想汽车涨 0.3%。 理想汽车公布2022年第4季度及全年财报，营收和交付量双双再创历史新高。财报显示，第4季度实现营收 176.5 亿元，同比增长 66.2%， 季度交付量达到 46,319 辆，同比增长 31.5%， 全年实现营收 452.9 亿元，同比增长 67.7%， 全年交付133246辆，同比增长 47.2%。 理想汽车创始人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想表示，尽管供应挑战持续存在，理想 L9 和 L8 在交付的首个完整月份即双双突破1万辆。随着产业成熟度的逐步提升和上下游供给情况的逐步改善，理想汽车对2023年的零部件供应保持信心。财报公布后，理想汽车盘前一度涨超 6%， 原油止步2连涨，油需担忧加剧，油价止步2日连涨。WTI 4月原油期货收跌 0.64 美元，跌幅 0.84%， 报 75.68 美元每桶。布伦特4月原油期货收跌 0.71 美元，跌幅 0.85%， 报 82.45 美元每桶。据和合期货，有研究称，截至3月3日的一周，美国炼油日均产能预计将减少约144万桶。美国北部平原
和中西部北部的大规模暴风雪打击了燃料需求。到目前为止，有3500架航班延误或取消。此外，数据显示，美国上周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增加，引发需求担忧。截至2月17日当周，原油库存增加约990万桶，汽油库存增加约89万桶，油分油库存增加约137万桶。美国银行将2023年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从每桶100美元下调到88美元。